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的大山深处。我们经常看资料或者看影视剧，都了解到，以前呢有大地主，那地主的家的房子呢很豪华、很奢侈。那么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地主庄园，大概房间呢是170个。大家想想什么概念？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最大很多可能就是42厅的，可能有些还是2室1厅的。那170个房间，你如果要住的话，一年可能才能住2次。今天就来看看地主家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，以及这个最后地主去哪里了。这里的地主庄园分为2部分，前方那里看到的其实是祠堂，在我们右边一点呢，就大概离祠堂200米的话，就是它的地主庄院。现在看到的这个庞大的地主庄园古建筑群，就是大水井景区。大水井古建筑群见证了李氏家族300余年的兴衰历程。因为这个家族是姓李的，总共房间大概是171间，天井24个，结合了土家唢呐、木笛、叶笛、锣鼓加西洋长号奏出的3部曲。什么意思呢？就相当于它这个是中西结合的建筑。这个大水井古建筑群始建于明末清初，是长江中下游目前规模最大、保护较好、艺术价值极高的古建筑群，是集西方建筑与土家建筑特色于一体，木质结构非常精美，有木雕，中西合璧。像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这些，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那些罗马柱那些建筑？而这个白色的建筑后面就是木质结构的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中西合璧呢？因为它这个中西合璧的建筑，主要是这个李氏庄园末代庄主他来建的。那么以前建的就是木质结构是在后面，末代庄主建这个庄园，他是从清朝末年一直建到49年，因为相当于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说的嘛，一方地主，他基本上就这里的我们说的土匪军阀一样的，这周边都是他管理的，所以呢有自己的相当于是部队。在这个庄园旁边，现在看到很多都是菜地或者是田地。那么以前这里是什么呢？相当于是练武场，因为他这个地主庄院呢，这个李氏家族有自己的相当于差役，有相当于自己的部队，所以呢，就有人在这里训练。他们相当于是什么呢？就是相当于古代的那种豪强门阀一样的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了，它这里是朝门。大门还在前面一点，朝门是在侧边，一进去呢，相当于是一个瓮城一样的。那上面有几个字，叫做“青莲美音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青莲属于李白的那个，他们就想把自己比喻成李白的后代，然后来彰显自己也是文化人的后代。这个就是在古代很多人呢，特别是没有文化的，或者是说那些土匪或者是军阀，他如果成长起来了，他掌权了或者有身份了，就要找一个在以前很有名的人跟他同姓的，然后美誉成他的祖先。我们说他这个里面的雕刻很精美，你像一进来这里啊，就有很多雕刻石雕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龙2龙戏珠一样的？从这里进去，一直是有台阶上去的。其实它整个建筑都是依山而建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房子呢，也是沿着斜坡上去的，因为是建在一个山上嘛。一进来看到这些建筑，大家感觉是不是就像西方的建筑风格？它就是中西结合的。旁边那些就是木质结构的，它这个呢，大概就是清朝灭亡之后建筑的，因为整个建筑的话，一直建设到19年的时候。你像这里还有些轿子，就是当时他们这个主人出行就是靠这个轿子的。我现在已经坐在这个轿子里面了，它两边还是可以放手的。以前这个大地主出行就靠这个轿子。这个轿子呢，大概是4人抬的。说到这轿子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在古代封建社会，他们轿子是有区分的，什么官员坐什么轿子，什么颜色，几个人抬，都是有规定的。打个比方说，1品官员是8人抬，2品官员是6人抬，
那三品官员是4人台，这是只在打个比方啊。所以一出去看到这个轿子，还有轿子的颜色，就能区分他这个官员是几品官。然后呢，他这个还可以打开窗户看一下，有什么事，下面有人，因为是一起出去的嘛，前面有挡路的，你要处理一下，或者说有人挡住了，大人你要不要下来看一下，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说非常有特点的。像这个地方还放了一些农用的工具，这个大家知道吧？就相当于是磨东西一样的，在这里面弄，相当于一个我们说10年。那旁边有些工具，大地主嘛，肯定是有这样的东西的，因为他是有很多人生活嘛。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里面看一下，看看内部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，看看以前那些少爷还有地主他们居住的房间是如何，并且里面还有一个小姐的闺房，就是相当于是绣楼。一进来，首先这里比较空旷，那么以前这里相当于是花厅，就大门进来啊。一进来这里呢是叫做花厅，什么意思呢？应该就是说放花的或放一些物品的，特别是在这个门口有个管家在这里，老爷您回来了。那这个大门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的，有些访客呢就是要从侧门进来，这大门呢就是身份比较重要的，或者可能那个地主自己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出。像这个呢就是偏门跟小门，很多人呢就是从这里进出的。过了花厅，这里有个大的天井，整个这个庄园有170个房间，24个天井，天井有大有小，这个天井还是挺大的。前面是客厅，客厅旁边有个建筑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听说属于账房，这里面空间还挺大的。以前这里就是相当于是账房管账的地方的，有桌子，然后上面可能放了些东西。它这个既是办公的地方，又是他的卧室，因为古代不像现在区分的这么厉害。那么他在这里的办公，在这里做账、睡觉就在旁边，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？他们当时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相当于是古代的保险箱一样的，重要的文件可能锁在这个里面，大家猜想是不是？账房旁边的这个房间，也是相当于它是账房的客厅一样的，又是一个天井，不过这里有一口大的水缸，储存水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？因为它这里很多木质结构的，所以呢，这是消防水源，后面还有一个冷字。整个这个地主庄园有很多冷，为什么？可能是他的家训吧。客厅里面的布局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是主座，然后两边还有座椅。我现在就坐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有客人来了，就像这里坐在对面，我现在就坐在主座上面，大家体验一下。旁边是有客人来了或者亲戚来了，张三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来了就先别走了，中午吃完饭再回去吧。在客厅旁边有2间厢房，不知道是不是用来招待的。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床，只有一些凳子、椅子这些。那以前的话，我猜想有可能是用来招待的吧。过了客厅，又是天井，天井上去呢，就是他们居住的房间。少爷、千金小姐肯定不居在这里啊，因为是有单独的绣楼。古代，特别是明清，他的女孩子藏在深闺，无人得知。那这里就是相当于是堂屋了。堂屋大家都了解了，这个就不用解释了。现在来看看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属于卧室，是少爷的卧室，看起来是不是很豪华呀？仔细看看，茶杯，还有相当于一个躺椅，那边是灯、衣柜，这边是床，那这里还有洗刷用的。关键呢，这个地方还有那个电话机，不知道那个时候使用过没有。这个就是少爷房，这是我走了这么多古宅古建筑，应该说最豪华的少爷房。以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反正现在摆设是看到最豪华的。
这边也是一个少爷房，这边就看得比较明显了，那个床是那样的。这张床大家应该知道叫什么吧？好像是叫做水床吧，因为以前的床都是这个样子，跟现在不一样。继续往前走看一看，房间太多了，我们肯定是走不完的。那么刚才看到的是偏西方的建筑，前面这一块呢是偏我们中式的建筑。它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一开始是没有这么大的。它最早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姓黄的人大地主，然后这个李姓的呢，他是逃荒逃到这里，然后被这个黄的地主收留了，然后看他们比较勤劳，就收为义子，后面就把这个地方传承给他们了。这边就比较空旷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就是一个房子。你像那边，就是属于以前皇室地主建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是那小姐琴棋书画的地方，学习的地方。说了这么久，那么这个地主这个老爷居住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少爷房的旁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因为刚才我们没走来这边，那个是大的书房。他这个房间我感觉看起来还没有少爷的那么繁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老爷毕竟年纪大嘛，少爷是新生代的，所以呢，他们接受的东西呢比较新颖。旁边就是书房，就是老爷在这里处理事情的。当然了，称为书房也可以称为卧室，毕竟还是有休息的地方。你打个比方，他这里处理事情处理完了，他就直接在这里休息。一般大户人家都有书房的，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书房。这个前面呢，相当于就是小姐楼，他们李氏家族的小姐，女孩子就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很大吧？它是突出地面的。那么一个是相当于是通风，还有呢可以观景。因为女孩子爱美嘛，所以呢经常会在外面看看东西这一些的，相当于我们说小姐的绣楼一样的。刚刚看了这个地主庄园的内部结构、内部布局，是不是能够想到当时那个地主生活的腐败奢侈？其实很少能够看到有170个房间的地主庄园。那么这个地主后面去哪里呢？我在网上查资料看到说，这个地主最后是被活活饿死了。这个可能也是他坏事做多了吧，后面下场也不太好。整体这个地主庄园我们就看完了，看完大家感觉如何？假如说送一个房间给你，你愿不愿意待下来？但是刚刚走在里面呢，比较黑，如果说1-2个人待在这里，晚上会瘆得慌，可能还是不敢住人。